这里是贵州铜仁的朱砂古镇。朱砂古镇是一个新兴的网红旅游地，是国家4A 景区。这里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我现在行走在景区里的那个年代一条街，在这里可以真实地感觉到50、60、70年代的真实生活场景，真的是满满的回忆。在这里上千年的朱砂开采历史中，留下了大量的文物古迹。这里有970公里的地下长城，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古镇建造于悬崖峭壁之上，漫步其中还可以看到这个仙女石。这里云雾缭绕，仿佛走进了仙境。这里有1000多米长的悬崖栈道，非常的壮观。起初我也是听网友的建议才来到这里，没想到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惊喜。这里有历史，有人文，有景观，也感受到了这些创业者的情怀。也非常幸运住进了这里的悬崖酒店，放下云居。朱砂古镇离铜仁很近，坐高铁10几分钟就到了这里。高铁站的名字就叫朱砂古镇站。第一个行政特区。这里曾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汞矿产地，原来叫万山汞矿，据说是中国第一个行政特区，可见地位之重要。在上世纪60年代，这里曾为国家偿还了15亿的苏联外债。现在这里转变为旅游小镇。景区门口的广场上，一组丹凤朝阳的建筑。这是景区大门朱砂古镇。现在这里是4A 景区，门票团购优惠价80，里面包含了5大景区，面积还是非常大的，里面有很多住宿，可以住一晚。曾是贵州万山汞矿数万家族。首先来到的是那个年代景区，海里的怀化。景区门口一辆绿皮火车，估计以后都很难体验坐绿皮火车了吧。这是绿皮火车，问询南来北往的客，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里是怀旧老街，那个年代。矿工。这条街曾是以前70、80年代矿工生活的地方，现在真实还原了当时的场景，打造成怀旧一条街。想当年这里生活着几万矿工，在这里为新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还保留着原来的夜校。行走在这条街道，仿佛穿越到了60、70年代，那曾是几代人的青春记忆。街道上播放着电视剧《人世间》的插曲，特别有感触。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命运的站台，这是一间婚房，离合都是刹那，人像雪花一样飞很高，又融化。感觉是比较富裕的家庭了。世间的苦啊，要离散雨要下，世间的天啊，走多远都记得回家。这当时的几大件儿，多少条腿儿都全了。唱起屋檐之下一放烟火，眼前一个少年穿着当时的服装一闪而过。这里的蔬菜公司、合作社还标着当时的价格，都是几分钱的。鸡蛋一个6分钱，带鱼3毛8分5。
也无惧那白发苍苍。表演什么呀？我们拍那个红军玩空军那种玩伞呢。哦，当年的28自行车。其实这种怀旧老街好像也见过几个，但在这里感到特别的真实，尤其是耳边响着这个《人世间》的歌曲。《人世间》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电视剧，看这样的电视剧总是让人感动。当年的人们虽然不富裕，但内心充实，心地善良。这个万山汞矿因为上世纪末资源枯竭，也面临倒闭，后来转型，利用这里的历史人文特色和自然资源优势，变身成为了旅游小镇。太阳都会升起，两个小伙子穿着70、80年代的服装，走进50、60、70年代看一看。随四季枯荣依然迎风歌唱，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久违了9寸黑白电视机，那个年代小时候的游戏虽然简单，但很快乐。这里的招待所都是可以住游客的，价格好像只有100多。如果不是因为疫情，这里游客是非常多的。这里的故事还拍过一个电视连续剧，叫《看万山红遍》。看完第一个景点，那个年代，来到了这个广场。这时候又下起了小雨。这里保留了很多当年的建筑，有电影院、礼堂、职工餐厅，还有一些为现在游客提供的酒店住宿。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博物馆，里面有非常多的历史图片记录。眼见雨下得越来越大，准备先住下来，明天继续玩。这是一个中档的酒店，悬崖酒店。本想住在悬崖酒店，但非常幸运遇到了这里的老总，给我安排到了这里的高端度假酒店，放下云居。人生如纸，轻轻放下，我想能达到这个境界的人也不多吧。这个酒店的设计曾经获过美国的国际大奖，有一种大道至简、低调的奢华感觉。庭院的园林设计，一池三山，这是中国传统园林的经典。其实就我个人来说，住多贵的酒店都无所谓，我是来这里欣赏甚至学习的。通往大堂的通道，脚踏莲瓣，步步高，每一个细节的设计都有人生理念。这个位于悬崖之上的高端度假别墅，只有10几个独栋别墅。普通游客或者摄影爱好者来这里打卡参观，也是需要预约购买参观票的。大堂也是位于悬崖之上，四面环山，不过现在下着小雨，不太清晰。眼前的老者既是景区的创办者，也是这个酒店的总策划人。他用自己的人生体会解释着这个酒店的设计理念。确实，这个酒店融景色、建筑与意境为一体，并充分体现了中国元素。房顶也是当地的石片盖的，这里也是贵州8大怪之一，石片当瓦盖。因为贵州有很多怪呀，其中一怪是石片当瓦盖。每一个建筑和观景点都在悬崖之上。走进来看一看。
旁边一栋一栋的就是这里的独栋别墅，吊脚楼的设计。进入我的房间参观一下。如今我们已听得显然这里更适合一个家庭入住，房间的面积非常大。眼前人给我最信任的一幕。当然在朱砂古镇还有很多其他档次的住宿，这个放下云居确实是一个高端度假酒店。别看这里的价格贵，普通的节假日这里都是一房难求。去前面的阳台看一看，音乐中你已浮现，一转眼又不见。感觉可以躺在床上看日出了。雨还在下，在房间先好好的休息一下。短暂的相遇和贵州其他的古镇风景区不一样，这个古镇可以说是建在悬崖上的古镇，所以这里的自然风光更胜一筹。不过现在下雨，只能安排到明天去走景区里的自然风光。其实在房间看远处的云起云落也是一种享受。吃过晚饭，天黑了，雨也似乎停了，准备去小街上走一走。一转眼又不见。好像回到了小时候夜晚的街道。这个时期游客不多，但是晚上的街道还是被装饰得很美的。雨后发亮的青石板，前面似乎传来了歌声，人也多了起来。原来晚上陆陆续续的来了很多游客，他们都是住在这条街的国营招待所，人还真的不少，看来旅游业要恢复了。旁边一个大广场，里面传来了喧闹的声音，看来这里晚上要举办篝火晚会。这里有很多生于50、60、70年代的人，他们在这里跳起了皮筋儿，欢声笑语都是发自内心的。篝火已经架起来了，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晚上好！欢迎你们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万山朱砂古镇，你们开心吗？这个年代非常特别的一条街哈。明天如果说白天你们可以逛一下我们的这条街，会给人带来非常多美好的回忆。大家围起了一个圈儿，跳起了舞。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哭泣，你的家在哪里？我会带你回去。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哭泣，我会用我的爱温暖你的心灵。哦，不要悲伤，哦，不要哭泣，哦，在这夜里，妈妈还在等你。哦，不要悲伤，哦，不要哭泣，哦，在这深夜，让我带你回去。游客似乎越来越多了，听着音乐，踏着夜色回到了酒店。明天请继续收看朱砂古镇的夏季，看看都有哪些美景。Born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ocean, with all the tides against you. You never thought you'd be my
much good for anyone, but that's so far from the truth. 继续昨天的朱砂古镇之旅。朱砂古镇也是一个国家矿山公园4A 景区，同时也是一个教育基地。这里的汞矿遗址也被列为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朱砂古镇现有5大景区，20多个景点。除了历史和人文，这里的自然景观也非常的优美。今天继续带大家走一走这里的景点，欣赏一下这里美丽的风光。昨晚住在了景区里的放下云居，早晨打开窗，云雾缭绕的，没有下雨，比昨天的天气稍好一些。这个建在悬崖上的酒店景观非常的美。下面有一个架在2山之间的空中茶室，过去看一看。早晨的气温20度，空气非常的好。这里有一片红枫，非常的漂亮。下面那一间就是酒店的茶室，很可惜，早晨这里还没有营业。真的是一间云中的茶室。现在去酒店的餐厅吃早餐，这里也有不少慕名前来这里居住的游客。早餐的套餐非常合胃口。吃完早餐，准备去这里的重要景区地下长城。里面包含了很多的景点。现在又下起了一点小雨。景区的套票也是包含了地下长城。岩鹰窝为起点。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洞口，岩鹰窝，这个也是进入970公里的地下长城的入口之一。它属于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我们现在参观的这个就是以前的采矿坑道，一变成了景点嘛，本来是废弃的一个矿坑。就等于基本都开采完了是吧？基本上已经开采完了，因为将近3000年的开采吧。但是你说如果全部开采殆尽了，也不至于，还有一条矿脉没有动。请了一位工作人员讲一讲这里的历史。这朱砂是俗称吗？朱砂也叫丹砂，也叫沉砂。它的化学成分是硫化汞。只有这个硫化汞一个成分吗？可能还含有一些这个沥青石、硫磺、雄黄之类的一些杂质。它的主要就是朱砂主要的成分就是硫化汞。这是时光隧道，当年矿工出矿时的工作场景就在这里。里面有铁轨和矿车。这都是拉出来的轨道是吧？对，这是以前运矿的轨道和矿车，因为我们的这个矿石嘛，在冻裂产之后，通过人工手推让矿道运出去。仙人洞，这个坑道很大很长，这是其中的一部分。里打上了灯光，好像是一个天然大溶洞，但这并不是天然的溶洞。是人们在这里凿啊敲啊，最后剩下的矿洞和矿坑。这些矿洞全长加起来970公里。这个柱子是天然的还是？这个是人工给它留下来的，这是矿柱。矿柱。对，矿柱它起支撑作用，因为这个矿坑它是有3000多年的开采历史，970公里的地下长城。这整个万山它105个平方面积的地下全是一层一层层层相叠的矿坑，总长是970公里。等于这样才叫做地下长城。对，这个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开挖的汞矿矿道，所以说称为地下长城。3000年开挖历史。对，最早的时候就是说，相传在西周的时候就已经在开采了。哇！他们说周武王嘛有心急的毛病，后来有一个这个江湖像是郎中一样，就把这个朱砂做成药丸来给他吃。吃了之后就治好了这个心脏的毛病嘛。他就赐这一片产丹之山叫大万寿山。
哦，这边叫大万寿对，山。在西周的时候被称作为大万寿山。那像朱砂这个还有什么其他的叫法呀？朱砂它也叫丹砂，因为我们这个宗教当中，就是我们的道教，用它来炼丹和画符。我们道教认为朱砂它感太阳之气，来万石之首，就是除了太阳以外，可以做阳性磁场的矿石。就是说它可以去除一切的邪气嘛。汞是朱砂通过高温提炼而得的。对，但是大家不用说谈汞色变，觉得这可能会有什么毒之类的。自然界形成的朱砂，它的汞离子非常的稳定，它是一味中药，也是颜料。就是说不用害怕，因为我们正常人的这个正常的生活环境，它是达不到300多度的。这个矿洞里有好几个小景点被打造成水墨丹青，看着眼前的溶洞矿坑，感觉像是大自然赐予的一幅奇景。这里开采的历史有3000多年，上世纪60年代，几万矿工在这里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过这里基本被掏空了。哦，这下面是个井啊。对，就是最深的，就是这种树井的话，可以达到100-200米，直升降。这100多米的树井。对，100-200米，如果最深的树井有这样深。里面的矿洞四通八达，有一些小矿洞矿坑被打造成秘境萤火虫等一些娱乐设施。感觉还挺美轮美奂的。在地下长城这个大景区里，有好几个这样的矿洞可以参观，有的五彩斑斓，有的比较原始。现在中国的产汞的地方都是哪里啊？我们中国其实大大小小有50多处。现在从第一个大矿洞出来了。这个地下长城的大景区不走回头路，继续往前有很多的景点。依然下着小雨，只能慢慢的往前走。出来矿洞有一个玻璃桥，这个玻璃桥的高度大概有100米，好像架在云端之上。一阵风吹来，云雾飘散，可以看得清楚一些。如果有人恐高，可以放弃这个玻璃桥，从下面直接穿过去。不过玻璃桥前面的风景非常不错，尤其是这里有一块仙女石，这块巨大的人形巨石矗立在仙人洞口，它的形状惟妙惟肖，像是一个妇女怀抱一个婴儿。这块仙女石有很多的传说，有人说她是七仙女，有人说她是徐福的夫人，还有人说她是秦朝一个名叫青的窈窕淑女的化身，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仙女石旁边就是仙人洞，也是上中下3层很大的洞，和旁边的洞也都互相连为一体。从旁边的洞口出来，这里景色不错。仙人床，七仙女和董永在这休息。如果凡人坐上一会儿，可以消灾去病，收获爱情。走到这里才发现自己少去了2个重要的景点，威灵寺和云南梯。不过眼看下着小雨，就没有再返回，继续往前走。雨中的云飘来飘去的，虽然下着雨，但雨中也有不同的感觉。前面又经过了一个矿洞，这里真是洞中洞，隐约仿佛看到上世纪人的身影。
从这个洞中出来，抬头可以看到刚才走过的玻璃桥。哇，这边这洞哦，现在来到了谷底。朱砂炼丹，长生不老。我天，这么大！现在来到了黑洞子，这是古代的采矿遗址，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汞矿开采之地，有2000多年的历史。旁边的绝壁悬崖高100多米，这里有大大小小的采矿洞口80多个。黑洞子真实地再现了古代矿业的生产状况，这里也被列为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从山底的黑洞子往上爬，就来到了悬崖栈道。这里沿途自然风光非常壮美，还有很多的历史古迹。栈道总长1200多米，其中有一段是玻璃栈道。一起欣赏下悬崖栈道的景色。栈道在十里悬崖上蜿蜒曲折，下雨的玻璃栈道有点滑。在这里可仰云舒云卷，眺群山逶迤奔腾，也可以俯瞰溪谷的瀑布溪流，透过云雾可以看到绿绿的田野。正前方远处山峦连绵起伏，真的犹如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实在是让人心旷神怡。这里也称作悬崖上的廊桥。往下看，深深的山谷，一只蝴蝶向我扑来。这里的景色真的太美了。1000多米长的悬崖栈道，弯弯曲曲的拐了好几个弯儿。整个景区比我想象的面积要大，尤其是地下长城这一段景区，涵盖了很多的景点，至少要走半天的时间才能够玩透。前面是栈道的一端悬崖泳池，下面就是悬崖，所以这里称为悬崖古镇、悬崖酒店不为过。前面山顶还有个亭子，有一个飞索连接两山之间。快到终点，雨也停了，能见度也高了很多。走到这里，基本就是地下长城的终点了。另外，景区里还有很多其他景点，像博物馆、朱砂大观园，都值得逛一逛。我这个2期视频也只是朱砂古镇旅游资源的1/10。这里确实是个旅游宝藏之地。如果下次来贵州，不妨到这里来一个2日休闲游。